男女之间的感情果然复杂。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挺简单的。上官公子这么有经验，肯定是久经沙场，令无数的女子肝肠寸断喽。虫姑娘也太看得起在下了吧？难道不是吗？若我真是像虫姑娘所说的那般，是那种人，虫姑娘还愿意和我结交吗？你是吗？我才不信。你还记得规矩吧？我知道，不能靠近你的房间，不能窥视你的房间，更不能以任何理由闯进你的房间。嗯，很好。唉，又喝醉了，门都不关。这里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、让人流连忘返的人间仙境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似乎可以忘却所有的烦恼，笑呀，跳呀，什么都不用去想。千山鹰洲是一个买醉的地方，到这儿来的人，都是为了逃避世间的烦忧而来。可是这酒，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该面对的，还得自己去面对。这些日子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不用去想要如何保护还有壮大我们重火宫，不用去想叛徒在哪里，也不用去想梦远哥会不会因为找不到我而担心。不做重火宫少公主，只做重雪芝，这样的感觉真好。在我心中，你从来都不是重火宫的少公主。你是我要保护的人。我现在呢，就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重火宫的少公主。在离开重火宫之前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女孩，是爹爹的女儿。虽然爹爹现在已经不在了，出了宫我才发觉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重雪芝的女孩子，只有一个人人喊打、喊杀的妖女而已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不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普通、平凡的女孩？那当然了，小时候呢，我特别讨厌练武功，可是每次爹爹看到我的话，他就会惩罚我。但这个时候，二弟弟他就会来保护我。二弟弟总说，女孩子家家嘛，为什么非得舞刀弄枪呢？长大了以后，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孩子，保护自己就好了。陈姑娘口中所说的二爹爹，可是誉满江湖的林怅然，林大侠。对啊，你认识我二弟弟啊？算是有几分交情吧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过得好不好？他呀，他挺好的。不过嘛，这人上了一定的年纪，就容易唠唠叨叨的。那你是在哪儿遇见他的呀？不会是在这儿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林前辈向来不喜烟花之地。那倒也是。不过你下次啊，可不要带我二弟弟来这儿，
别把他给教坏了。我在纯姑娘的心目中，就是这么的不敢吗？那可不好说。哎，自从爹爹走了以后，二爹爹也离开了纯火宫，江湖上便寻不到他的踪迹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过得好不好。不如，明日我便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去带你找回记忆。好一尊忘妻石。在等雪芝妹妹呢。这天底下敢如此评价我的，也就你秀娘了。人人都道你上官透视，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可是谁又见过上官公子现在这副克己复礼、清心寡欲的样子呢？秀娘这玩笑与我说说也就罢了，纯姑娘她涉世未深，别让她听见，恐她多心。谁跟你开玩笑呢？你真当我有空跟你开这种口是心非的玩笑？秀娘自然是这世上最不口是心非的人。狼牙知道这一点。你别扯上我们俩，我可劝你啊，雪芝妹妹身上那股执着的韧劲儿和单纯气确实招人喜欢，可是这个度，你自己可得把握好了。秀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对纯姑娘就像妹妹而已。妹妹，你还真是空有那些风流名声，你自己将人家看作妹妹，可知道妹妹心里如何？我怕你稍有不慎，妹妹当不成妹妹，朋友当不成朋友。那你千里迢迢带着雪芝妹妹来我这仙山鹰州，一面喝酒弹琴解她忧心，一面明里暗里打探消息，还把你最好的朋友介绍与她结识。我看你这明明就是受月老之托吧。秀娘还是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当然清楚。可是你自己清不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痴傻还是装傻，还是聪明到真的断了情根呢？我呢，幸在不吃不会种，而你苦在不吃不会种。你别再说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何曾见过我对任何一个姑娘有过心思？我身如浮萍，见惯了这世间的虚情假意、阴谋诡计。我虽有父母生养，可其实就如同个无根之人一样。我自己漂泊一生也就罢了，还敢奢望谁与我一起受着过苦之罪？也许这世间真的有所谓的海誓山盟、真情实意，可这些不属于我。我不奢望自己有所得，只愿自己无所求。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世人都不敢动情了。我颠沛流离这么多年，那我更没有资格拖累旁人。所以我对狼牙，就只能口是心非了。不一样，你和狼牙是两情相悦，我和纯姑娘只有主客情谊罢了，并无半分其他。你就嘴硬吧，别到时候追悔莫及。不过秀娘你也说得对，这一路上，我只担心纯姑娘的安危，忽略了其他，做了一些多余的事情，希望她不要误会才好。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我已经派人打探过了，这一路上暂时没有其他门派的踪迹。不过这路上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。谢谢侯秀姐。这点小事不用客气。侯秀姐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不用问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江湖传言上官透风流不羁，骄傲放纵，那都是假的。
你怎么知道我想问这个啊？因为都写在你脸上了。雪芝妹妹，红袖姐还是有几句话要提醒你。她的内心，并不是你所见的那样，她人见人爱，但非见人爱人。接近她难，但接近她这里更难。她不会对任何人敞开心扉的。你现在当然不懂了，以后啊，你自然会明白的。你可当然，就像现在。一品透，何时再来？你何时请我喝你们的喜酒，我何时再来。好兄弟啊！那恐怕这辈子是见不到了。雪芝妹妹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哎，你们这个入口怎么会有莲花啊？这莲花可用作药，用作茶，用作膳。月上谷中的植物、动物，全部都为我们自己所用。我们的生活所需，也全都自给自足，从来不向外界索取。当初创立月上谷，就是为了建立一块远离纷争、回归宁静的乐土。不像你们重火宫，为各大门派提供兵器，难免会卷入武林的风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上官公子啊，你们月上谷没有弟子练武了吗？他们在做自己该做的事。月上谷从来不拘泥于条条框框，来这里的弟子大多都是为了躲避世间的烦扰，隐匿山林。啊，这倒和你颇为相似呀。芝儿，二爹爹，二爹爹。二爹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会在月上谷啊？好多年没见了。二爹爹，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池儿到处找你，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池儿好想你啊！你还好吗？二爹爹很好。这么多年没见，我们家芝儿已经成大家闺秀了，越来越像你爹了。啊，所以。一直是你让上官公子来保护我的。这一路上有你暗中护送，辛苦了。公子，您是想将宠姑娘留在月上谷吗？她是否留下来，由她自己决定。我有另外一件事情要拜托你去做。公子请说。我想将崇火宫的叛徒引出来。公子是有怀疑的人。纯姑娘遭遇不测，最大的受益者，便是曾经的大护法宇文穆远。我想看看这个叛徒究竟是不是他，所以，你去帮我带一条消息，就说是。如果不是上官公子多次相救的话，池儿恐怕就见不着您了。可是我不明白，如此艰辛，如此凄苦，为什么你还要做这个义工之主？当年你要是跟着二爹爹走的话，怎么会吃这些苦头？崇火宫有穆远哥，还有4大护法守着我。如果我跟二爹爹走了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这些年来，他们一直任劳任怨地保护我、照顾我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，让我能够带领他们重振我们崇火宫啊！
这些年啊，你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重担。你爹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应该也只想你过得幸福快乐、平安顺遂。二爹爹，我知道你疼惜我，可是自从爹爹走了以后，我便是崇火宫的一宫之主。如果我也走了，那谁来守护我们崇火宫呢？想不到我闺女如此有担当，二爹爹真是自愧不如啊！哪有？您不是派了上官公子来保护我吗？其实他在英雄大会之前就已经找到了我。这一路上，如果不是他保护我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度过这些劫难呢。英雄大会，我跟你爹就是在英雄大会上认识的，仿佛就在昨天一样。还有谁愿与在下一较高下？在下，还有在下。林怅然，在下宇文玉盘。崇火宫重业。当年崇火宫叱咤风云，独霸江湖。你爹走了之后呢，崇火宫就成了我的伤心地，再也回不去李氏了。到了这月上谷之后，你就成了我在崇火宫唯一的牵挂，所以我让小透去保护你。没想到那小子还真没让我失望。这些年来，崇火宫一直承受着整个武林的压力。除了灵剑山庄以外，其他门派对我们崇火宫都抱着赶尽杀绝的态度。我不明白，这5年来，我们把能够做的、能够弥补的都做了，为什么他们还要如此对我们呢？这罪过本不应该让你承担。你爹他毕生痴迷武学，修为极高。他练成了连神9式，可当时并不知道，连翼这2卷秘籍是相辅相成的。他只练了招式，而忽略了芙蓉心经的心法，因此走火入魔，大开杀戒。之后之后怎么了？你爹品性高洁，恢复了清醒之后，无法释怀自己的罪过，因此以死谢罪。芝儿，二爹爹，我没事儿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女孩了。你跟你爹的牵绊，就像你爹跟崇火宫的牵绊。这江湖中的恩恩怨怨，纠缠不清，盘根错节，陷得越深，反而束缚，不得自由。芝儿明白了，芝儿会放下过往的。这离兵器谱大会还有那么些日子，既然来了，就陪二爹爹好好聚聚。这崇火宫的事情啊，咱们再慢慢商议。嗯。哎，一会儿我让小透带你去走一下月上谷。这月上谷啊，有好多地方外面是看不见的。嗯。上官公子啊，你们月上谷的设计真是妙啊！这一枝一叶仿佛都暗藏玄机，如果不是你带着我的话，恐怕我会迷路的。纯姑娘不必客气，
尽管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便是。也不知道现在重火宫怎么样了，江湖上对我的去向流言纷纷的，莫远哥他们一定很担心我。春姑娘，你可曾想过，有时候你最信任的人，恰恰就是最危险的人？什么意思啊？请恕我直言，据我分析，这重火宫中的叛徒，极有可能就是宇文牧远。绝对不可能！穆远哥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。上官公子，你也许不信任他，但是我知道，穆远哥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我，或者是对不起重火宫的事情的。春姑娘，江湖上的流言你也听说过了，你死的假消息一经传出，宇文牧远立刻就当上了重火宫的公主。你难道不觉得这也太快了一些吗？从这点上来看，他就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显然，他的嫌疑最大。上官公子，你不了解穆远哥的为人，他是我见过最正直、最光明磊落的人，而且我了解他，这叛徒无论是谁，都不可能是穆远哥的。江湖上的那些传言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了解，春姑娘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宇文牧远武功高强，颇具才华，你如何能够断定他愿意隐居人下？难道他就不想要取而代之吗？穆远哥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趁人之危的。而且他说过要还我一个当年的重火宫，他向来一诺千金，绝对不会食言。是非黑白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也希望重姑娘说的是对的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别处看看。上官公子，这些动物都怎么了？他们受了伤，被阴次前辈所救。阴次前辈？正是。阴次前辈是我谷中的药王，医术精湛，但他个性古怪，我估计你不会喜欢他的。我都没见过他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？那等你见到他，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哎，您就是药王前辈吧？这外面的动物是您救的吗？救？我才不会救他们。那些是？我是准备把他们做成菜。你既然打算把他们做成菜，那为什么还要救他们命，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痛快呢？你是谁呀？我是……这位是重火宫的少公主，重雪芝。重姑娘，你知道这世上有多少种毒药吗？不知道。上千种。你又知道这世上有多少种解药吗？也不知道。只有100余种。而这100余种解药之中，有27种药是我发现的。我之所以能发现这27种解药，全凭他们的功劳。所以你不是在救他们命，而是用他们的命来试毒了。能够造福众生，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可是你的解药都是用他们的命换来的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太残忍了呀，前辈？你是谁呀？跟我讲大道理？好了，前辈。纯姑娘初涉江湖，不懂这些生杀之理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恐怕她见过的人，还没我治过的病人多呢吧？是。前辈，其实我这次是来向您拿毒王丹的。
拿什么？毒王丹。不可能！虫姑娘是月上谷的贵客，我是赠予她的。这毒王丹，从建谷之初，林兄交由我保管。世上仅此一颗，怎么能说送人就送人？哎，前辈，我知道这毒王丹对你来说是宝贝，但你就看在我这个谷主的面子上，忍痛割爱一下喽。你说了不算，不算。这毒王丹是镇谷之宝，世上稀有，怎么能随便送人？药王前辈，我跟你说了不行。我宁可给外面那些鸟吃，我也不会给他吃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赶快走赶快走，不要再碍我的事儿，赶快走。那我下次再来取。走走走。什么人？春姑娘，你别介意啊。山官公子，你说对了，我的确不喜欢这个药王。其实药王前辈他这么做能救很多人，那些受伤的动物，本就是他从山林野兽的口中所救。他为动物疗伤，其实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医术。来，跟我来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这里便是在下的寒舍。上官公子的品味果然不俗啊！此番回谷仓促，未能及时做好准备。若姑娘不嫌弃，此屋就留给姑娘暂住了。啊？那我住这儿的话，你住哪儿啊？当然是自有去处了。我还是第一次住男子的屋子呢。姑娘不必拘束，住久了，自然就习惯了。姑娘稍作歇息，谷中还有些事务要处理，我先告退了。嗯。公主，如何？属下失职，请公主责罚。这事不怪你们。倘若芝儿不想被你们找到，你们再怎么查也没有用。公主，你可有其他计划吗？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谷主在哪儿啊？我们谷主行踪从不示人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他住哪个房间嘛？这月上谷都是他的家，他处处都住的。问也是白问。前辈，前辈，上官公子在里面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他不在，他是谷主，又不是大夫，他在我这做什么呀？不在。可是月上谷大大小小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他肯定在里面。哎，你别想糊弄我啊！你是惦记我的毒王丹？谁惦记你的毒王丹啊？我真找他有事儿。你找谷主到底什么事？哎呀，我反正就是有事儿。要不这样，你要是看到他的话，你就跟他说我在他房间等他。哎，转达，你到底让我转达些什么呀？哎，你说你在哪里等他？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过。哎，你在哪儿等他呀？
被自己请回来的冤家逼得上天入地，躲闪不及了吧？唉，药王前辈以后还是不要这样逗宠姑娘了，她毕竟是林前辈的千金。千金？小姑娘整天清汤寡水、素面朝天的，哪里像什么千金？我倒是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的毒王丹！嘿，堂堂谷主，竟然学会了顺手牵羊。药王，该不会想从我这个堂堂的谷主手上抢东西吧？再说了，这毕竟是林前辈的东西。好吧，算我倒霉。拿去，给你那相好的去吧。啊，去吧，去吧。多谢药王前辈赐药，告辞。谷主，刚才虫姑娘又杀回大殿去找您了。吩咐下去，不管虫姑娘走到哪儿，都好生招待，千万不要怠慢。是。对了，彩瓣何时出谷？刚才买完，估计足月都不用出谷了。谷主是要买什么东西？是有几样东西。二爹爹，还不睡啊？睡不着，所以来陪陪二爹爹。是，你知道这月上谷名字的由来吗？你看，以水为镜，月亮在下，山谷在上，这便是月上谷名字的由来。月出皎兮，皎人聊兮；疏遥究兮，劳心敲兮。侄儿，你有心事。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二爹爹。当然了，从小什么情绪你都写在脸上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而且，我想这个心事应该跟一个人有关系。二爹爹，我闺女长大了，我开心都来不及呢。若是你有什么烦心的事情，你大可以跟我说，说不定我能给你一些什么建议。二爹爹啊，你说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？你这个问题倒是问倒我了。这个字呢，也不是几句话能够形容的。也难怪，当时我离开崇火宫的时候，你还小，我也未跟你提及过此事。之前我在仙山鹰洲的时候，看到了红袖姐还有仲涛大哥，倒是有几分羡慕。仲涛大哥说，红袖姐是他此生唯一所爱的女子。二爹爹啊，你此生有挚爱的女子吗？有一个，可是因为世间的阴差阳错，我失去了她。侄儿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姑娘，也是二爹爹的骄傲。
原本有些事情呢，我不该跟你说，但有些遗憾，二爹爹不想你重演。如果你认定了一个人，而且你们相爱，你们就应该勇敢的去追寻，去争取。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。也许到最后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，但你若心怀坦荡，便不会后悔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慢慢明白，经历过这段感情之后，你会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呀？人生很多事情需要等待，因为时间会把最好的留给你。但也有一些事情是不能等的，因为等着等着就错过了。等和不等都是一种机遇，错失良机，就会抱憾终身。懂了？重雪之葬礼结束之后，朱砂、琉璃二人便悄悄出了宫。他们去了重雪之坠崖的地方，搜寻了好些天。他们可曾找到了什么？不知。但属下认为，他们还在寻找重雪之。难道重雪之没有死？你可曾亲眼看见猛兽撕咬重雪之而死？没有，属下并未亲眼目睹。糟了！你给我盯紧了公主和三大护法，重雪之很可能没有死，绝不能让重雪之活着回重火宫。是，主人。你谁啊？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？见过重姑娘，我是谷中弟子，特照谷主吩咐来给重姑娘送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上官公子想的可真周到呀！请问一下，你们谷主在哪儿啊？谷主一早就离开了，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。这是你们谷主的衣服吗？嗯。你要帮你们谷主晾晒衣服呀？正是。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你给我吧。不，重姑娘可是月上谷的贵客，怎能做粗活？还是我来吧。你们谷主自己都说了，让我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我在自己家里面做活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呀？来，给我，放手，走开。上官公子，这个给你。多谢重姑娘。你有一件衣服破了，破了扔掉便是。我从来不穿破衣服。那太浪费了吧？重姑娘，以前在重火宫也做这种杂活吗？那倒没有，平时有人照顾我，我不用做这些的。以重姑娘的身份，不该做这样的杂活。若是让林前辈知道了，又该数了我了。那我以后不做便是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